今天带大家回顾一下三国杀历史上的那些超模将啊。三国杀从标包诞生之初一直都存在超模将，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平衡的游戏。你别说三国杀啊，市面上的网游啊、单机啊里面的角色啊、游戏道具，那肯定也都是有强有弱的啊。你只要是个游戏，你就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，只能做到相对平衡。游戏的平衡性大差不差就行了。你真要角色属性、道具属性都搞得很平均，那反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游戏这种东西，你就只能适当的控制平衡，水多加面，面多加水。那三国杀呢，一开始也确实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游戏，但它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走向了绝对不平衡。三国杀历史上的第一个超模将啊，我留给了标包的张辽啊，三国杀唯一的辽神啊，把魔界的摸2张牌改为了偷2张牌啊，4血每回合稳定2排差，简简单单，纯纯粹粹。说一句拗口的话，辽神他强就强在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强。小时候咱玩标包都觉得张辽是温水煮青蛙，偷牌很厉害，但你有我大花朵直接奶一滴血强吗？你有我大吕布直接砍你一下厉害吗？但是等到你残局手牌被辽神一点点摸光的时候，你才反应过来，我操，为什么打不过对面？原来是因为这个男人一直在你桌子下面发力呀，稍微摸你2下你就忍不住了。那第二位呢，我留给了袁术。袁术毫无疑问是三国杀崩坏的开端呐，历史的里程碑，第一个专门给氪老设计的武将。袁术的技能很简单，就是多摸牌，多摸全场实力数张牌。虽然说到后面还要气，袁术的技能就跟个老赖一样，借一大堆钱还他也有能力还，但他到最后一般都是选择把这些钱全用完，然后声称自己还不起，走一个裸奔流。当年远古时期的三国杀，这袁术一回合摸5摸6，这什么概念呀？一回合摸人家3回合的牌，玩的就不是一个游戏了。当然啊，袁术超模归超模，但他其实并不是很恶心人。你和他打过就打过了，打不过也就拉倒了，不影响心情。下面这2位就是重量级了，那他是真能把你的心态给搞崩。对，13年的曹冲和伏王后，俗称将3双雄啊，他俩出现直接就给了其他武将一个降维打击。先说曹冲啊，老版曹冲的称象其实还好，主要就在于他这个逼人心啊，翻面然后给个牌就能在逼死阶段捞人一滴血啊，那这配合一些像郭嘉、荀彧这种的卖血将，真他妈是活全家了呀。大法尔法都能玩个铺场卡组克制一下，曹冲这种呢，你就属于咋打都打不过。伏王后更是个重量级，直接被杀他就能给敌方要牌，要完还不罢休，还要求你连带着成为杀的目标啊，就血和牌我都给你抢空抢。伏王后是真正的反贼投资啊，不要以为他这个球员不厉害，这种技能当年基本上就没有反制手段的。当然曹冲和伏王后这也才到三国杀的中世纪时代，真正开启三国杀文艺复兴的还得是他，我们的大猴子祢衡啊。在祢衡之前，一个武将他要实现多刀多摸，那都是要讲点道理的，付出点代价的。到祢衡这儿是一点道理就不讲了，唯一可能就手速慢的玩家吃点亏，但是你再慢，你玩祢衡你也能打个3-4刀呀。从祢衡这儿开始，三国杀出现了所谓阴间将的概念。下一个界领头，那这就到2020年了啊，那咱新杀的七阴肯定也是要选出来一个超模将代表的。我思来想去，到最后还是选了最平民的界领头，物理玩杀火焰王。阎王启动起来太简单了，切牌阶段弃2张牌，或者是换装备，就能直接拆2张，然后再打一滴血。这一通操作可是4收益啊，而灵童只需要轻轻的换一换装备就能实现。下一位手杀杜预。如果说祢衡是三国杀无损多摸多刀的第一人，那杜预则开启了三国杀第一个无损大印牌时代。什么玩意儿就拿张牌就随便印了？当年荀攸变个锦囊还要打空所有手牌呢，你这杜预印牌有什么代价？觉醒完还给他再加一滴血，这是人吗？是人我吃呀！杜预直到现在啊，依旧还是称霸手杀的军政场。下一位卧龙凤雏，online 最具代表的超模将。online 这边也是要提一嘴的。online 在21年之前，整体的军阀环境游戏节奏其实还是蛮平和的，有些将是强一点，但你真要说他超模很多嘛，也没有。直到在21年出了卧龙凤雏这么一个比武将，最强的保和将啊，最强的忠臣，一个技能无脑印牌，一个技能无脑复活。作为曾经的 online 一哥，统治军政近2年。后续 online 在卧龙凤雏之后
出的武将整体就提高了一个档次。现在昂莱一哥咱也都知道 F1 嘛，那 F1 比着卧龙凤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下一位曹金玉啊，三国杀第一个突破阴间强度的武将，直接飞升仙界。曹金玉本身的强度咱就不过多赘述了，他和之前的袁术、祢衡一样啊，属于是三国杀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从那之后，三国杀一将成名，就变成了纯纯的神仙打架。之后出的什么关宁啊、薛凌云啊、沈张飞、沈马超、周宣，一个比一个赖。和他们一比啊，咱小金玉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现在曹金玉只能说是一个仙界守门员。而今天说的最后一位，大家应该也都能猜到，南征北伐，释还旧都，24代王爷不偏安一隅，五诸葛亮，唯一真神啊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出场直接就优全扩，五诸葛就相当于 GK 把以前高达1号就这种金卡拿出来卖了。这时候的三国杀啊，出武将就完全不考虑平衡性了。当然啊，他毕竟是丞相嘛，强一点也能接受。至少现在的三国杀，他没有让那些武兵小卒统治啊。OK 呢，这是这一次超魔将的盘点，不知道未来的三国杀还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啊？2024这一年，三国杀整体的武将强度啊没有再次升阶。这两天看了其他博主做的一个3伏全武将单挑榜啊，五诸葛依旧是单挑第一。难道三国杀武将的强度膨胀到武庙系列就结束了吗？我不是很信，拭目以待吧。